装修不怕过时，就怕翻车。只有入住后才能体会到翻车的9个客厅设计。小东在装修行业做了20年，装过上百套房子，但凡身边只要有人盲目跟风的，我都给劝住了。别天天刷视频，看见那些自装博主都这么说，你就傻乎乎的照做，你根本不知道人家背后被充值了多少钱。一、不做假通铺，地面通铺瓷砖不仅颜值高，而且显大气。真正的通铺是全屋统一排版后的一缝到底，即便有小窄条，也是藏在家具遮挡处或者是边角不起眼的地方，这样铺出来的地方才完美。其他像什么客餐厅都是一种瓷砖，把同样的地砖当过门石啥的都是假通铺，千万别被忽悠了。2、不铺灰色地砖，灰色地砖就是最丑的地砖，不接受反驳。尤其是深灰色的亮光砖，好不好看你全凭运气。你在瓷砖店面之所以看着高级，那是因为有灯光加了美颜滤镜，等真正铺到你家里是显暗又压抑，而且不耐脏。一定要用灰色就选浅灰素色砖，不挑楼层，不挑采光，基本不会翻车。3、不装复杂电视背景墙，电视背景墙越复杂，过时越快。5年前的硅藻泥造型墙，3年前的岩板木格栅，现在再看是不是又土喽？而且客厅电视越来越大，85寸上墙后还能露出多少背景墙？不如把钱省下来花在软装上，一株好看的绿植或落地灯也能营造出高级感。4、不装小山丘射灯，别轻易跟风装小山丘射灯，因为入住后你会发根本实现不了网上美图的效果，心心念念的小山丘全部变成妊娠纹了。你压根不知道射灯照射的地方，前期需要叮嘱油工，一定得把墙面打磨平整，还得用200度大灯泡子照射墙面，再细致的打磨几遍，最后再去刷漆，不然就算你买5000块钱一桶的乳胶漆也是白搭，墙面照样得是大波浪。5、不装科技布沙发，有人说科技布沙发防刮、防水还防污，我劝你听听就算了，这玩意谁用谁后悔。如果预算不高，还想要舒服，就买布艺的，款式选择多，透气性还好。条件上来了，你就买个真皮的，档次高还好打理，款式一定要选直排的，没有贵妃位的客厅就是宽敞显大。6、不装悬空电视柜，我承认电视柜做悬空确实简洁大气，但安装悬空电视柜，要么用钢架结构，要么用穿墙螺丝固定，掉是掉不下来了。但是时间久了，柜子下坠和墙面的缝隙，你能接受吗？而且悬空电视柜大多是直角边，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还有磕碰的安全隐患，不如老老实实做个落地柜，颜值也不差，一样没有卫生死角，关键是不用整天提心吊胆。7、不刷网红色乳胶漆，这么说吧，但凡是跟风做网红色乳胶漆的，10家有8家后悔的。别管它是什么乳窑、杏子灰、可可蛋奶，也就是新鲜1年，第2年不是褪色就是磕碰，越住越难看。别看它名字起得很高级，实际上不就是深灰、浅灰和冷灰吗？都是白色加上色浆调出来的，太阳越晒颜色越浅。想要不翻车，就刷大白墙，软装一上，照样显高级。8、不做无主灯，如果你家不是别墅或是2.8米层高以上的大平层，就别跟风做去无主灯。先不说花钱多少，关键是吊完大平顶，铺完地砖，层高不足2.5米，那住进去能不压抑吗？而且无主灯灯光整体偏暗，虽说氛围感和情调是有了，但普通家庭柴米油盐的生活才是常态，照明灯光不舒适，就这一点还不够劝退你的理由吗？9、不装反光灯槽，我是真不能理解，家里既不装中央空调，又没有管道需要隐藏的，为啥非要做个反光灯槽吊顶？时间一长，这反光灯槽子里要么就是落灰，要么就是有小虫子，这不就是给自己找家务活吗？想要不落灰还好看，就把反光灯槽换成双眼皮吊顶，加上一圈线性灯，记住一定要和窗帘盒做一样的高度，这样做高级感十足，省钱大气，还不容易过时。装修不是抄作业，什么流行就装什么，特别是阳台装修，千万不要跟风装这10样东西，费钱还不实用，谁装谁后悔。你还别不信，这都是小东做装修行业15年来总结的经验教训。1、不装超大落地窗，如果不是别墅，就别去追求那种大玻璃落地窗，价格死贵，通风效果还差，后期清洁也是个问题，要么花钱雇人清洁，要么还得配个擦窗机器人。最关键的是安全性还不好，特别是楼层高的，刮个大风你都得心惊胆战的。如果窗外有景观，想要视野好，就在玻璃中间加一根竖体，既节省了费用，视野也不受影响。2、不装推拉门，特别是客厅面积不大或者采光不好的户型，就不要在客厅和阳台之间装推拉门了。
室内不通透，还显得空间小，更不要装着老掉牙的过门石了，一点用处没有，还显得小气。直接客厅阳台打通，瓷砖通铺过去，这样空间才显宽敞，视觉上也更显通透。3. 墙面不做乳胶漆或微水泥。阳台湿度和温差都比较大，特别是南方地区，如果刷乳胶漆或者刮大白，时间一长，非常容易反潮起皮。至于现在流行的微水泥，工费高，成本贵不说，也很容易产生划痕或者表面变色发霉。所以阳台墙面建议直接地砖上墙，打理卫生省心，也更加耐用。4. 不装洗烘一体机。想彻底解放阳台，就不要装洗烘一体机，容量太小不说，烘干效果还差。即便是烘干了，衣服也是皱巴巴的，还得找地方晾晒。直接入手个洗烘套装，独立的热泵烘干，不仅容量大，烘干效果还好，烘完的衣服蓬松柔软，立马就能上身穿。而且独立的烘干机还带有绒毛收集器，特别适合养宠物的家庭。5. 不装木质洗衣柜。特别是阳台在南向的，常年风吹日晒，迟早会开裂、变形，甚至发霉。建议就做太空铝的加厚材质的金属柜，不怕太阳晒，更不怕水，并且美观还上档次。当然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造型选择少，给人一种硬邦邦的感觉。但居家过日子还是以实用性为主，颜值是其次。6. 阳台不装布帘。阳台装窗帘的作用其实就是遮光，所以没必要做一层布帘一层纱帘。即便是你多花钱做2层布帘，那层也都是收在边上，占地方不说，后期还得花精力去清洗。所以不如直接做一层素色的纱帘就可以了。另外一定要提前预留窗帘盒，传统罗马干外露不美观不说，积灰还不好清理。7. 不装隐形晾衣架。如果家里没配烘干机，有晾晒的需求，也不要装那种隐藏式晾衣架，因为家里的晾衣架基本都是天天用，很少有机会收上去，隐形不隐形根本不重要，何必花那冤枉钱。还有那种带消毒、烘干功能的晾衣架，也不要选妥妥的智商税，就选择大品牌的基础款，有自动升降和照明功能的最实用。8. 不装复杂吊顶。阳台不要做太复杂的吊顶，尤其是那种木格栅吊顶，造价高，难打理，还压层高，不如直接吊一个平顶，边上预留窗帘盒。预算紧张也可以选择不吊顶，直接在边上加一个窗帘盒就可以了，简简单单，既省钱又美观。9. 不用红砖包管。阳台的下水管不要直接用红砖包管，不仅占空间，而且还不隔音。下水管最佳方案是直接包隔音棉，然后在外边做整排的柜子，把下水管隐藏在里面。这样做的话，不仅是功能性增强了，而且还更隔音了。10. 不装金刚网纱窗。除非是低楼层，否则不要装加粗的金刚网纱窗，妥妥的挡风神器，通风效果太差不说，更糟心的是还挡光。但粗大的孔洞对小蚊虫还束手无策，价格死贵，卫生还难清理。建议首选高透网纱窗，除了没有金刚网结实外，其他全是优点。视线好，不挡光，通风也不受影响，关键是网眼也细，完全能挡住小蚊虫。很多人听过雪糕刺客，但没听过家电刺客吧？近期看到网上有很多新房业主吐槽说，装修好不容易避过了硬装的坑，等满心欢喜选购家具家电时，没想到却被家电安装给背刺了。不统计不知道，几乎是100%的装修人都被坑过家电安装费。这一期小东结合网友们的反馈，来给大家盘点5种最坑人的家电安装费，建议大家能提前准备的就自己准备，省下的都是真金白银。1. 电视机。现在买电视，不管是线上买还是线下实体店买，只要是品牌的都会打出免费安装的服务口号，很多业主因此麻痹大意，直接付了全款。结果等到安装时才发现，安装是免费的，但上墙的电视挂架需要额外购买。安装师傅还会跟你说，电视配套的普通挂架使用不方便，后期出了问题还不好检修，让你买他推荐的可活动可伸缩的，价格收费400-500。很多普通家庭买个75寸电视才花3000块，结果安装个电视挂架还要额外花了几百块，直呼伤不起。网友@XR 的日常，我家就是买个75寸电视上墙安装需要2个支架，我自己买的支架，安装师傅说装了会倾斜，让我买他们带的，一个支架500块，2个支架就是1000块，这太坑了吧。网友萤火虫安装电视的坑我踩了，材料费、人工费还有安装机顶盒的线，总共花费260加100加120。师傅告诉我，不安线以后安装机顶盒的时候，就得把电视搬下来。好家伙，安个电视花了500大洋。2. 洗衣机。虽然买洗衣机安装是免费的，但用到的配件同样也是收费的。
就拿常见的洗衣机洗烘套装来说，很多家庭为了提高空间利用率，基本都会选择叠放安装。结果等到安装时才发现，中间的隔板支架要收费，接连排水的水龙头要收费，水管加长要收费，一套下来少说几大百。最坑人的还有洗衣机下方的托架，说了为了方便清理卫生，一个支架敢收你300块，还说是官方统一价格。网友艾特福娃，装修真的到处都是坑。我家买的洗烘套装总共花了8000块，结果师傅安装完才知道还要额外支付920块，其中包括底部活动支架350，中间隔板360，水龙头180，水管30，妥妥的安装刺客啊！小东建议安装洗烘套装需要额外收费的配件有活动支架、隔板支架、水龙头、水管，建议自己提前准备，可以节省1/3的费用。3. 油烟机，油烟机也有额外收费项目吗？当然有，一般情况下安装油烟机是免费的，但大部分安装师傅在安装油烟机时都会让你升级不锈钢排烟管，通常会告诉你说自带的铝箔烟管不好，用不住，换成不锈钢烟管更耐用，时间长了也不担心跑油烟。一个不锈钢烟管价格要400-500块，你说你换不换？如果你嫌贵，还会说原配的管子可以回收，抵100块，这神操作也是绝了。还有，如果你没安装烟道止逆阀，一个杂牌的敢卖你120块，网上买一样的才30-40块。小东建议，其实原配烟管没必要换，如果真担心质量不行，想换不锈钢烟管，也可以自己提前买。烟道止逆阀也建议提前网购，在瓦工施工时顺手就安装上了。4. 空调，被空调安装费背刺过人应该不在少数吧？如果你家是高楼层安装，收高空作业费，这个确实合理，没啥可争议的。但杂七杂八的辅料收费，其中有不少是比较坑的，什么空调支架、接水盘、漏电保护器、外机减震垫等等，还有墙面打孔、拆卸纱窗、铜管加长，这些费用你要是不了解清楚，换句不好听的，加一起的费用很可能会被扒一层皮。网友艾特朵朵的妈妈，救命啊！空调安装费咋会这么高？家里新装了3台空调，安装费都花了1700多，都够买一台新空调了。花费如下：高空费用300，安装架子450，小管子91米，用了6.5米，大管子1101米，用了1.7米，还有接水盘300块，想想都肉疼。小东建议，空调上门安装前，建议先让师傅粗报一下价，仔细问好每一项收费项目。有些辅材可以提前买好，可减少安装费用，比如说铜管、外机支架等，网上自己买会便宜很多。5. 燃气热水器，如果说安装隐形收费，燃气热水器排第2，那没人敢说第1，妥妥收费刺客天花板。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众多网友吐槽，不安装一回燃气热水器，你根本不知道竟然会有这么多配件收费项目。安装燃气热水器收费配件如下：冷热球阀、波纹管、气嘴、装饰盖、烟管弯头、排烟管，还有打孔也是收费的，杂七杂八的加一块，没个700-800块，根本挡不住。网友艾特无风格自装，我买的某大牌热水器里面什么配件都没有。虽然前期也做了点功课，但担心买错白花钱，就选择安装师傅自带的了。结果装完告诉我要收费650块，大写的震惊。网友艾特小火车，家人们一定要警惕热水器安装刺客啊！我家安装花了880块，打孔2个270元，多加烟管480元，角阀60元，软管70元。装完才发现这些钱都是可以省的。小东建议，燃气热水器的配件安装前都可以自己提前买好，价格要比安装师傅带的便宜很多，至少能省下一半的费用。洗衣机家必备，和波轮洗衣机相比，滚筒洗衣机不仅颜值高，而且功能更多，自然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首选。但实话实说，很多人对于滚筒洗衣机上的某些功能还了解不够，或者说一直在坚持错误的使用方法，导致衣服洗不干净，甚至还会严重影响使用寿命。这一期小东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关于滚筒洗衣机正确的使用方法，千万别再用错了。1. 洗床单、被罩不能卷成团，要叠放后洗。很多业主吐槽家里的滚筒洗衣机洗小件衣服还行，但如果洗像床单、被罩或者毛毯之类的大件时就很鸡肋，要么是清洗不干净，全都缠到一起了，要么就是脱水时过度震动，导致洗衣机移位，像是要离家出走似的。其实出现这种情况，大概率是放大件衣服时使用了错误的方法，或者使用前根本没看说明书导致的。要知道，滚筒洗衣机它是通过上下摔打实现清洗衣服的，如果你把它塞得太满，就会导致它没有摔打空间，衣服洗不干净不说，
还会增加电机的负担。很多人洗床单、被罩这类大件时，都是揉成一团，一股脑的扔进洗衣机，这样的后果就会造成洗衣机过度震动，导致衣物或者洗衣机损坏。正确的方法是，洗床单、被罩要先把它们分开，然后折一下，叠好后的两端朝向滚筒内侧，这样洗完的床单、被罩不仅不会缠在一起，还会因为过水面积大，洗得更干净。2. 洗涤剂盒放错顺序会导致衣服洗不干净。不同于波轮洗衣机，滚筒洗衣机是有专门的洗涤剂投放盒。如果你平时洗衣时随意往里边加洗衣液、洗衣粉，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。滚筒洗衣机的洗涤剂盒打开之后会看到3个小格子，最右边的是预洗格，就是衣服需要预洗或消毒的时候用的，所以消毒液要放在这个格子里。最左边的是洗涤格，放的就是主洗涤剂，说白了，这个格子就是用来放洗衣粉、洗衣液的。而中间的这个是柔顺格，就是用来放柔顺剂的。知道了洗涤剂盒的用法，使用时就要特别注意，千万别放错了，不然会带来很不好的后果。1. 主洗涤盒放错，如果把消毒液或者柔顺剂放在主洗槽里，它们相互就会发生反应，从而降低洗衣液的洗涤效果，导致衣服洗不干净。2. 柔顺格放错，如果在柔顺格里加入洗衣液的后果，会导致衣服漂洗不干净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滚筒洗衣机洗不干净，会产生大量泡泡的原因。3. 预洗格放错，滚筒洗衣机的预洗主要是以浸泡为主，一般这里是可以放消毒液和除菌液的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快洗功能没有预洗模式，所以不能放消毒液。3. 不同厚度的衣物不要用相同转速，滚筒洗衣机上的转速功能也是很多人使用时容易忽略的地方。如果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用相同转速洗涤，也会影响衣服的清洗效果。其实使用滚筒洗衣机时，我们要根据衣服的薄厚来调节适合的温度和转速。比如说冬天的衣物比较厚，这时就需要把转速调到1000转或是1200转，温度调到40度，这样就能避免因为转速过低导致洗不干净或甩不干的情况。那如果是夏天比较薄的衣物，咱们就选择400到600转，温度调到30度，这样也能避免因为转速过高导致清洗后损伤衣物。4. 不建议经常用快洗功能。很多人使用滚筒洗衣机，觉得标准洗涤时间太长，就直接选择快洗或速洗了。殊不知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对的，因为滚筒洗衣机15分钟的快洗功能，一般它的洗涤时间只有2至3分钟，这么短的清洗时间，就算是小件的内衣、袜子也能很难洗干净。所以一键开启快洗功能只适合新买回来的衣服，或者是干净的衣服沾了水。如果是穿过1-2天不是太脏的衣服，要用15分钟快洗时，可以先手动加长它的洗涤时间，通常可以最高加到7分钟，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20分钟快洗了，比标准洗省时省电的同时，还能保证把衣物洗干净。5. 洗衣机右下角的小门用途。滚筒洗衣机的右下角位置通常会有一个小暗门，很多人不知道这里的用途。其实这个小门是滚筒洗衣机的排污口，有的是通过按压打开，有的是需要塞进去一枚硬币才能打开。像我家目前使用的滚筒洗衣机，打开之后会看到右边有一个胶圈拉环，它的主要作用是当我们遇到意外情况时，导致洗衣机的门打不开了，这个时候只要把这个拉环向下拉动，洗衣机的门就能轻松打开了。其次，这里面还会有一个应急管，它是滚筒洗衣机的紧急排水口，就是当发生断电或者紧急情况时，导致洗衣机里的水排不出来了，咱们只要把它拉出来，同时给它拧开，洗衣机里的水就会通过这个应急排水管流出。另外，这里面的大圈圈就是滚筒洗衣机的排污口，这个阀门需要逆时针旋转就可以把它取下来。这个排污口要经常给它做清理，它里面会有大量的毛发、污垢，甚至淤泥沉积在上面。滚筒洗衣机洗完衣服甩不干，有异味，甚至发霉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清理它的排污口导致的。我们只需要定期把它拿到水龙头下冲洗干净，再以顺时针方向给它安上就可以了。滚筒洗衣机是所有家电里面使用误区最多的电器之一，长期使用错误的方法不仅会影响衣物的清洗效果，还会大大降低洗衣机的使用寿命。以上这些关于滚筒洗衣机正确的使用方法，你学会了吗？建议赶快转发给身边有滚筒洗衣机的家人，千万别再用错了。很多人第一次装修都有想把房子装修的比别人家更好看、更高级的攀比心，但因为缺乏经验，往往会选择盲目跟风，看到什么流行就装什么。然而等到真正入住后才发现，所谓的网红装修设计根本不实用，甚至说还很鸡肋。本期小东结合网友们的真实反馈，
给大家总结了4个曾经被吹上天，如今却沦为笑柄的装修设计，劝你别再跟风了。1. 通铺哑光砖。全屋通铺哑光砖确实很美，不仅没有光污染，而且整体效果超像自流平。尤其是看到网上一些装修博主晒的美图，很少有人不心动了。然而，很多跟风效仿的业主还没等入住呢，就纷纷后悔了。虽说哑光砖确实显高级，但它有一个致命缺陷，就是太难清洁了。有网友艾特婷婷家的果兜吐槽说，家里跟风铺的哑光砖，肉眼可见的脏，拖也拖不干净，擦也擦不掉，真让人崩溃。网友艾特豌豆小王子家里装修完，在做开荒保洁时就已经绝望了。过人必留印，稍微脏点就狒狒，谁会理解蹲在地上擦3-4个小时瓷砖的那种崩溃感？正因为自身难清洁的弊端，才导致没火多久的哑光砖最终被柔光砖取代，沦为装修行业的笑柄。2. 岩板电视墙。以简洁大气、高级感十足所著称的岩板电视墙，也是无数装修小白竞相效仿的对象。尤其是在前几年，只要打开各大平台 APP， 在上面看到的网红装修，10家有8家都是岩板加木格栅的背景墙设计，搞得跟售楼处的样板间似的。先不说好看与否，关键是这种毫无功能性的堆砌设计，实用性太差，花钱多不说，还非常容易过时。网友艾特有点小任性，家人们谁懂啊？刚装修好的新房，花了8000多打造的岩板电视背景墙，竟然被邻居嘲笑说是5年前的装修，太老气了。网友艾特薇薇安装修人生的第一套房，突然觉得越装越土气，特别是这个岩板电视墙，真是越看越觉得过时。明明看到别人家装的很高级，然而现实装到我家就是妥妥的不洋气。其实装修是越跟风越容易过时，简简单单的大白墙，软装以上，同样能装出满满的高级感，还绝对没有做岩板费钱。3. 隐形晾衣架。很多装修业主抱怨阳台挂个晾衣架太影响装修颜值，有需求就有市场，部分做晾衣架的厂商嗅到了商机，因此生产出了隐形晾衣架，一度销售火爆。所谓的隐形晾衣架，就是把传统晾衣架内嵌到吊顶里，达到眼不见为净的效果。但实际上，这个隐形晾衣架就是个伪需求，纯粹是个智商税。设想一下，哪个正经过日子的家庭，不是衣服天天洗、天天晾晒的？那晾衣架隐形不隐形，意义何在呢？而且这东西还存在故障率高、后期不好检修的弊端。网友艾特阿里不是88，家人们，隐形晾衣架的坑我踩了。想安装隐形晾衣架的兄弟姐妹们，切记一定要安装检修口。我家这个晾衣架1次还没用呢，就已经修了5次，换过2台了。网友艾特微醺小美，一个夏天下来，天天都是挂满衣服，从来没升起隐形过。而且它还就一个杆，想晾晒个床垫被罩都困难，真不如普通晾衣架实用。因为槽点太多，这个好看但不实用的隐形晾衣架，最终也跌下神坛，不受业主们的待见了。4. 半墙卫生间。讲真，看到这种半墙卫生间的网红装修，真的挺无语的。然而现实中却还有很多装修小白被误导，盲目跟风效仿的。我承认，网上那些干湿分离半墙卫生间设计，看上去确实简洁利落，但那都是没入住前的样子，只有样板间才适合。等到你真正入住以后，谁家浴室柜台面上不是摆满牙膏、牙刷、洗面奶之类的瓶瓶罐罐？这些花花绿绿的瓶子，再加上5颜6色的毛巾，都摆在外面好看吗？而且半墙卫生间装修成本高，施工难度大，容易翻车，也是它实打实的弊端。网友艾特樱桃的清法是，当初装修砸半墙，是为了让卫生间更敞亮，想象的样子能像那些家装博主家一样好看漂亮。结果恭喜我翻车了。施工到最后环节，设计师才告诉我必须得包门套，谁家砸墙不包门套？真是大无语，愁死我算了。还有镜子智能买平面镜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是牙刷、洗面奶、化妆品，你让我往哪放啊？网友艾特小花花重金打造的半墙卫生间，巨后悔，入住后才发现太乱了。我的天啊，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想的。总之，家装还是要以实用性为主，这种无脑设计，劝大家不要效仿了。床垫选不对，不是医药费就是智商税。像我家之前选的床垫就踩了坑，白天工作，晚上带娃，忙碌的一天结束了，最渴望的就是能有一个舒适的睡眠，结果呢却是事与愿违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好不容易睡着了，早上起床后也是腰酸背痛，精神疲惫，根本没有办法应对第2天的工作和生活。后来做了功课才发现，问题是出在床垫上。之前呢选的这种是棕榈床垫，太硬了，
睡在上面腰是悬空的，得不到放松，才会导致腰肌酸痛，甚至是劳损。床垫呢太软也不行，像市面上流行的乳胶床垫，我也试睡过。虽然呢有很好的包裹感，但是躺在上面整个身体都是陷进去的，没有办法给腰部和脊椎提供支撑力，会导致越睡越累。所以要选择软硬适中的床垫，才能更好的保护腰椎。在我做了大量的功课，全面对比后，最终入手的梦百合他家的快充 2.0 床垫。最近呢2个月睡下来，睡眠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。一觉醒来也是神清气爽，很庆幸这次是选对了。这款床垫是2层分体式设计，上层是6厘米零压深睡层，偏软一点，下层是19厘米基座支撑，偏硬一点，可以根据不同的睡眠习惯调节使用。上面这个睡眠层内部是非温感记忆棉，这种材质具有慢回弹、软支撑的优势。咱们做一个小实验，像这样往床上扔东西，可以看到回弹幅度很小，这说明它把压力都吸收分散了。身体躺在上面呢，也是软而有力的，支撑感非常强。它能做到紧紧的贴合腰部、背部的曲线，完全没有缝隙。平时不管是侧睡还是平躺，腰部都不会悬空，身体得到了放松，就不会感到又酸又累了。下面这个支撑层呢，做的也很用心，采用的是8.5圈小径独立带状弹簧，抗干扰能力简直是没话说。夜里不论是怎么翻身怎么睡，也不会影响身边的人。对于我这种睡眠浅腰又不好的人，真的是太友好了。还有它的这个面料也很舒适，睡起来是亲肤又透气。外套呢还是可以拆洗的，不小心弄脏了可以直接拆下来丢进洗衣机。对于懒人来说呢，真的是非常贴心又超级方便。不夸张的说呀，拥有它之后，困扰我多年的睡眠障碍得到了很好的解决。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就能轻松睡着，一整晚深度睡眠也不再是一种奢求。好的睡眠质量是人生的头等大事。事实呢也证明，选床垫真的是不能含糊，功课做的再多，都不如直接买回来试试看，才知道靠不靠谱啊。就像我选的梦百合床垫，他家还支持180天免费试睡，万一不行，咱们还能退，也不损失啊。常言道，家有3空，顺水又顺风。所以奉劝大家，不管你住的房子面积大小，建议家里这3个地方尽量要留出空间，并且要经常打扫，要整洁干净，别太乱。那么到底是哪3个地方呢？咱们一起来看看。1. 入户门口要空。如果说把家比喻是一个人的话，那么家门口就是脸面，所以入户门口要保持干净，别把脸面丢了，千万别什么垃圾、杂物、鞋子都乱丢乱放在门口。这样做的后果不但会影响好的心情，也会影响别人到你家之后对你的第一印象。而且老话常说，家门口堵住了，那家运就堵住了。所谓财不进脏门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入户门口要让它保持空旷，合理的设计和收纳，才能始终保持干净清爽，看着住着也舒心。关于玄关设计，学学网友们的做法。1. 鞋柜双层开放格，网友爱的圈圈圈。我家设计玄关鞋柜时，坚持鞋子不落地，并做了双层开放格，现在用着真香。这样设计的好处有2点：第一，鞋子不落地，更方便打扫；第二，双层便于分类收纳；其次，鞋柜深度太浅，开放格可以放下大人的拖鞋。2. 凭空造玄关，网友艾特燕子讲，我家房子是进门见厅的户型，缺点是隐私一览无遗，同时还缺少收纳空间，所以装修时果断在入户门与客厅之间做了双面柜设计，这样既能当鞋柜收纳，还能兼顾餐边柜功能，关键还能遮挡客厅的隐私，一举两得，简直不要太实用。3. 极窄玄关设计，网友艾特月月爸在装修，我家走道太窄了，常规鞋柜根本没办法安装，一直发愁如何解决收纳问题，直到看到别人家装的洞洞板加超薄鞋柜组合设计，果断抄作业。12厘米的极窄鞋柜跟我家的尺寸严丝合缝，真的是 YYDS。 2. 厨房灶台，地面要空。厨房虽说面积不大，但用到的东西可不少，同时也是一日3餐的食物来源，什么锅碗瓢盆、水果蔬菜，还有各种用于做饭的调味品，如果收拾不当，就会让厨房显得杂乱不堪。过于杂乱的厨房还容易滋生细菌，影响健康。所以说，厨房里不管是灶台还是地面，都要避免乱堆乱放，保持空旷合理收纳，下厨时的心情也会大不一样。关于厨房设计，可以参考以下做法： 1. 多做抽屉，少做层板。大多数家庭的橱柜、地柜普遍都是传统的层板设计，虽说能省点预算，但利用率却不高，所以建议层板柜只保留1至2个，用于存储米、面、油之类的大件，其他改做抽屉柜，更利于收纳和拿取。
2. 做电器高柜。如果家里厨房小电器比较多，可以学习网友开心果家的做法，舍弃1米台面，直接设计成电器高柜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厨房收纳空间直接拉满，不用时关上柜门又很美观，做饭时也不会因为台面堆放乱七八糟的小家电搞得碍手碍脚了。3. 做双层吊柜。如果厨房层高太高，可以把过高的吊柜一分为2，做上下2层的设计，下层做薄柜，收纳常用的调料品、碗筷、杯碟碗筷，拿取方便，还能避免碰头。顶层用来收纳不常用的囤货物品。4. 转角柜藏小推车。常规厨房的转角柜都很鸡肋，浪费空间也不实用，可以模仿网友徐小宝的男保姆，外面小推车加里面双层抽屉设计，轻松解决鸡肋的转角柜。小推车可以收纳土豆、洋葱之类的水果蔬菜，还有做饭时的各种调料用品。平时不用时关上门，看着也整洁利落。3. 卫生间地面要空。卫生间是家里使用率极高的地方，在过去也被认为是污秽之地，所以卫生间保持整洁，经常通风，不要乱堆乱放，避免细菌和异味影响到家人健康。但是很多家庭的卫生间在装修时都没有考虑好合理的收纳，什么拖把、扫把、脸盆、水桶直接放在地面上，导致每次进出都感觉很堵，既影响心情又不卫生。所以卫生间想要保持干净清爽，就要做好干湿分区，合理规划动线，以及必要的收纳和储物空间。关于卫生间设计，分享几个实用案例。1. 镜柜添置收纳盒。如果卫生间的小物件、化妆品之类的东西太多，可以充分利用好镜柜收纳，比如添置各种大小不一的收纳盒，用于收纳洗漱品、化妆品、护肤品等等，这样就能摆脱洗漱台堆物太乱的困扰。2. 浴室柜底部挂收纳篮。如果卫生间的浴室柜是悬空的，建议在底部下方挂一个收纳篮，避免空间浪费的同时，还能把脸盆、洗脚盆收纳在此，优点是不占地，也方便日常拿取。3. 做上墙收纳。如果家里的卫生间太小，建议充分利用好墙面做合理收纳，比如网友张小花的家就很聪明，把卫生间的各种清洁工具巧妙地挂在卫生间门后，窄缝空间合理利用，真的超实用。总而言之，无论房子面积大小，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以上3个地方一定要保持清洁，这样家运、财运才能够不受污染，日子也能越过越顺，越活越舒心。